Hello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天要来分享我自己在家坐月子之后才重大发现的一件事，竟是坐月子期间最重要的事，可是却鲜少人注重与重视。我认为这件事是不止产妇本身要摆在第一位的事，还是所有产妇会接触到的家人、朋友都必须摆在第一位的事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.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坐月子的状况。我是在家订月子餐坐月子的。我妈在过来 LA 之前有特别去上月嫂的课，包含对新生儿与产妇的护理。基于西方文化是没有像台湾或亚洲有坐月子的传统与观念，月子中心的事业发展当然就没有亚洲来的讲究与专业。但毕竟我是在 LA， 华人相较于其他州是多非常多的，所以还是有月子中心、月子餐的服务。但普遍来说，月子中心比较多是那种外国人来美国生孩子会去住的，甚至有些曾经被抓到违法营业的新闻，所以我整体对 LA 的月中没有正面印象。相较于月子中心，请月嫂住家里帮忙坐月子，才是在 LA 比较多人选择的方式。如果你们想知道月嫂或月子餐相关细节，我之后会再拍一支在 LA 生产及产后的费用总整理。有兴趣的你们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会立马在我上片的时候收到第一手通知哦。以台湾为例，大部分的家庭产后都还是会去月子中心，毕竟真的很方便，比起家里环境很不错，又有专业医护人员的照护，尽管费用较高，能住个2周也比没有好。至于月子餐，我那时候在订的时候也有跳出一些台湾的月子餐广告，我点进去看，觉得超级棒。我看的那家是还有日式、意式等等不同风味的变换，我觉得超级想订。所以在台湾相比，月子中心和月子餐是只要给钱包就可以无后顾之忧，被照顾得好好的。可是重点来了，如果你有不错的月子中心和月子餐了，却照3餐被身边的老公或是第2位照顾者气得不行，每天都情绪起伏非常大，那住再好的月子中心或吃再好的月子餐，其实都功亏一篑，这月子一定做不好。我们先来谈谈到底为什么产后容易忧郁。其实不管是顺产或剖腹，对产妇来说，先撇开体内什么荷尔蒙这方面的变化，光身体上伤口带来的不适已经是充足的理由心情好不起来。以我个人为例，我是顺产，且伤口只有2度撕裂，生完并没有大家说的很虚，精神反而还蛮好的，但就是真的痛到炸。我之后会拍一支关于产后的各种事，会再把产后疹子多严重、妹妹有多痛、痛多久，更多细节搜刮在那支影片。记得订阅按小铃铛，才会立马在我上片的时候收到第一手通知。这里就先不赘述了，简单说一句，我到产后1个月，我才比较能屁股歪一边的坐着吃饭，因为坐下会施压到伤口，非常痛，真的做不了。好，身体上的痛已经心情不美丽，再来面对全新的小婴儿，怎么含乳，怎么亲喂，宝宝不吃耶，是什么状况？那为什么他一直哭不停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半夜还睡不饱，起来喂奶，真的是各种烦躁、不耐烦，心理压力大。请问，就算是在一般没有荷尔蒙全部归零的状态下，怎么心情好？你说说，你就说说。还有，产妇照镜子或低下头，再看看这以为生完肚子就会缩回去，但还是很大还很松的状态，真的怎么笑啊？笑不出来。如果这时候老公或第2位照顾者还是猪队友，不体谅、耍白目或讲些风凉话，真的除了他自己没好日子过之外，产妇心里不生病才怪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，这真的是有科学根据的。我的月子期间，有些不在身边的好朋友问我有什么是他们可以帮助我的，我说就 po 一些搞笑日常，让我有好心情笑一笑，就是超大的帮助，也是我唯一最需要的。所以我在这里真的要大声再大声的呼吁所有接触产妇的人类，不管是探望也好，照顾也罢，请秉持一件事，不要让产妇生气，不要让产妇生气，不要让产妇生气。生性白目的，真的这时候就这1个月，为了你老婆的伤口与精神健康，讲白目话做白目事前三思而后行。再不然你不小心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产妇表情不对了，立马道歉对不起个3连炮，紧急灭火。
如果你可以成功让产妇笑一笑，有好心情，那你绝对是可以拿个奖杯还是匾额的。相信我，老婆若真的忧郁或抑郁了，到时候连你都一起笑不出来，心理压力很大。我脾气最暴躁的时候就是月子期间，从出院回到家，也就是产后第4天开始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怒点极低。1个月之后，我情绪真的明显的稳定很多，平常没事的好心情平均值也从产前在这里，我算是比较开心的人了。产后月子期间掉到这，回到月子后大概回到这吧，还没全回，但也已经回了不少了。我前面有简介一下，我爸妈是有来 LA 陪伴我的，在我最暴躁期间，我老公是唯一让我觉得安心和放心的人。最惨的其实是我妈，虽然他们已经提早3周来，为了适应啊、调时差，也比较习惯我们家了，但毕竟很多东西还是跟台湾不一样。我妈又是那种很容易紧张的。举例来说，我出院回来，伤口超痛，乳头又受伤，所以要修复，暂时不能亲喂。我已经心情超差，因为我是超级期待亲喂自己 baby 的。晚上 baby 又无预警嚎啕大哭，我跟我老公亲手，爸妈不知道怎么办就算了。我期待的是，我妈既然已经上过课，应该是我们的定心丸，所以她会比我们更冷静的面对。结果不是，我妈比我们更紧张，就搞得我情绪更差。同时 baby 都一直是放声大哭的状态，大家手忙脚乱又很焦躁，混乱中，反正终于 baby 搞定了，不哭了，我终于能再躺回床上休息。我妈来房间说要插什么东西的电，就一直说插不进去，我就整个砰，插头你也插不进去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插进去啊！我妈也还在刚刚的焦躁，所以双方都没好口气。我声明一下，这里有些插头真的很难插，比较紧，没有像台湾的插头那么顺。这就是刚出院第1天，也是最糟的情况，每个人都在情绪状态的最低点。隔天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于是找我妈谈了一下我们的需要，跟她可以怎么协助，才不会对空气出拳，累得半死却没有果效。最不好的是，大家情绪与关系还被破坏，这绝不是当初我邀请他们过来想要的。之后当然就越来越上轨道啦。在这里先给我妈拍拍手和一鞠躬，辛苦她了。年纪一把，还是为了女儿尽心尽力的配合与协助。所以说，心情真的是会大大影响康复的速度。如果你没有住月子中心，也没有订月子餐，真的没关系。你只要有一颗喜乐的心，就是无价的仙丹，真的。老公们，如果你当不了神队友，可以，那请提早多去准备能让老婆心情好的东西，喜欢吃的、喝的、听的、看的，全部。你的目标只有一个，让老婆有喜乐的心，让老婆开心。Happy wife, happy life。从坐月子正式开始。我是一位在 LA 的全母乳新手妈妈 Joy Yanxi。有鉴于网络上相关经验与资讯实在缺乏，希望透过我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所有新手妈妈们多些参考值，并期望让这些资讯常识化。透过这些资讯的普及，让我们每个人一起减轻孕妈咪、生产妈咪的一些负担与心理压力。毕竟怀孕与生产已经很不轻松了。欢迎留言告诉我这支影片是否道出你们的心声，并将影片分享给身边的所有人，既能成为他们的帮助与安慰，也能促进妈妈资讯的常识化。就靠你们了，加油！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